直播变天啊！小杨哥复出背后，平台杀死超头主播，李佳琦、薇娅、辛巴集体消失的真相，你知道吗？一夜之间啊，年入30亿的直播巨头们集体消失了。李佳琦忙着唱跳，小杨哥被罚禁亿，薇娅成了短剧投资人，平台正在亲手杀死超级主播。这场大逃杀的背后，难道隐藏着普通人逆袭的新机会吗？1995年出生在安徽农村的小杨哥啊，从小是留守儿童，初中为省3块钱午饭，骑车7公里回家。2015年，他和双胞胎哥哥大杨哥辍学闯荡互联网，住出租屋拍搞笑段子，直到一条炸墨水视频啊意外爆火，鞭炮扔进墨水瓶，室友关门堵住逃生路。这条视频啊让他一夜涨粉60万。从此啊，他找到了流量密码，就是用夸张的恶搞剧情啊，把作死弟弟啊加坑人哥哥人设玩到了极致。第二阶段，绝望周末加反向带货，登顶抖音之王。2019年啊，小杨哥把搞笑升级成家庭连续剧，怕老婆的老爸、暴力老妈、叛逆兄弟，拍出了全网追更的绝望周末系列。2021年转型直播带货，他发明反向套路，卖不粘锅当场粘锅，咬拖鞋测试质量，观众一边笑骂离谱，一边疯狂下单。最巅峰的时期啊，他5秒钟卖光了哈登带来的1万瓶红酒，就连黄晓明进直播间啊都被1.2亿的点赞给吓到。2023年，他创下了32亿的年收入，公司纳税超2亿，花1亿买下5万平大楼当总部。直到2024年啊，他带货的香港月饼被曝是广东小作坊生产，澳洲牛肉卷实为低价合成肉，直播间销售额暴跌。更致命的是啊，徒弟直播低谷翻车，跟辛巴抢大闸蟹渠道互撕，最终因虚假宣传啊被判6894万，停业整改半年，粉丝人数啊从1.2亿狂掉1000万。网友痛骂：你一个奶球货把家人们当韭菜割了呗。如今啊，小杨哥已经消失了半年，掉粉1200万。随着3只羊完成整改，准备复播，曾经的抖音带货一哥疯狂小杨哥又杀回来了。他是东山再起呢，还是要重蹈覆辙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消失198天，罚款近亿，狂砍80%合作品牌。兄弟们，还记得那盒398的香港老字号美城月饼吗？这疯狂小杨哥直播间爆吹的米其林大师配方，实际上是广东佛山小作坊出品。直播间里吹上天的澳洲原切牛肉卷被扒出是调制肉。这2波翻车直接把小杨哥跟3只羊公司锤进了停业整顿的黑名单。曾经的抖音带货皇帝疯狂小杨哥今天又复活了。他是真心悔改，还是换个马甲卷土重来？咱们用8分钟来说透这场价值300亿的直播帝国崩塌史。那个曾创下32亿年收入的疯狂小杨哥啊，经过合肥市监局亲自盖章，整改达标啊，终于拿到复出通行证，允许复出。但问题来了，交完钱道完歉就能挽回消费者的心吗？接下来啊，他面对的最大的坎儿，肯定就是直播弹幕间会爆出来什么假货公司还敢播，什么美城月饼这呀那的各种黑料。如果连这个坎儿他都迈过去了，那么他还真有可能再创辉煌。重点来了，3只羊到底改了个啥？第一，整改89项措施，合作品牌砍掉了80%，自营产品全面加码。第二就是拉黑问题主播，直播话术全程审核。第三，售后账号专人处理。退赔金公司先垫付，甚至请了3家第三方品控当守门员。直播社死亡3关，脚本预审，实时监控，违规秒切。这一套组合拳听起来可比以前纯靠流量忽悠专业多了呀。但复出之路哪有那么容易？停播期间啊，小杨哥团队试过戴头套直播，转战视频号卖货，结果观众疯狂刷屏啊，假货公司滚出直播间。曾经签约的2400个主播跑了1600个。连头部徒弟红绿灯的黄都摘掉了3只羊标签，自立门户。这波操作妥妥的众叛亲离呀。至于这深层真相更残酷，疯狂小杨哥的坠落是直播界去头部化的终极信号。那么李佳琦转战综艺，薇娅退居幕后，辛巴收敛锋芒，
平台们啊正在亲手终结超级主播时代。那为什么呢？看看数据啊，抖音店铺 GMV 占比已超30%，头部主播份额暴跌到9%。现在啊，平台宁可要100个听话的中腰部，也不要一个随时会爆雷的王。平台大逃杀，李佳琦转综艺，薇娅投短剧，超级主播时代终结了，普通人的机会来了。说到这儿，你们发现了吗？过去3年啊，李佳琦、小杨哥这些名字就是流量跟财富的代名词，他吸引了无数的新网红入场。但是啊，小杨哥因为虚假宣传被重罚将近1亿。李佳琦在综艺里坦言道，想看直播间外边的世界。而薇娅早已转型短剧投资人，连辛巴都低头向平台道歉。那么为什么这些年入数十亿的顶流突然就不香了？还记得2020年吗？2%的主播吃掉80%的蛋糕。但今天呀，抖音把流量锁给了铁粉，快手猛推中腰部主播，淘宝砸钱扶持商家自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台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挟流量以令诸侯啊！就像辛巴呀，曾经要挟快手封杀我试试，结果今年618直接认怂道歉。当算法不再偏爱超头主播，超头主播的议价权瞬间崩塌。超头主播的危机不只来自于平台，看这组数据啊，辛巴徒弟蛋蛋粉丝破亿，销售额反超师傅。李佳琦的助播啊，旺旺靠职场焦虑人设狂揽热搜。更别说抽象派 K 总、男装一姐 Coco 姐这些新顶流。平台需要的是流水的主播，铁打的生态。就像小杨哥拼命拍短剧，搞电音节，结果因为低俗啊被广电给下架。反观千寻啊，用20个矩阵号全天候直播，也就是说啊，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这超头主播曾经靠全网最低价绑架品牌，但是现在呢，美城月饼同时翻车小杨哥、董宇辉直播间。而淘宝店播 GMV 店比超60%，品牌终于醒悟啊，与其被主播抽走30%的佣金，不如自己培养私域流量。就像东方甄选跟董宇辉割席后啊，立刻用高薪助理话题转移焦点。当品牌把用户攥回手里啊，主播的最低价神话就成了泡沫。所以家人们，这可不是某个主播的坠落，而是一个时代的谢幕。当平台、品牌、新人3股力量绞杀超头主播，普通人逆袭的窗口却被打开了。中腰部主播涨粉迅速提升3倍，白牌商品或成新的蓝海。10年寒门跃龙门，乍没封神起微尘，3亿笑泪铸金身，5万楼台震浮城。从留守儿童啊到100亿老板，从全网追捧到跌落神坛。那疯狂小杨哥的10年啊，是草根逆袭的神话，也是直播电商野蛮生长的缩影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互联网能一夜造神，也能瞬间毁神。唯有守住品质的底线，才能让疯狂不至于疯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疯狂小杨哥这次复出是真心改过，还是换个马甲继续割韭菜？他能靠小杨甄选自营品牌打翻身仗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告诉你是家人，你还愿意给这个曾经的带货一哥一次机会？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，点赞订阅不迷路，下期再见。